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解决时间不够用的方法这个课题。这是为那些总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，想做的事情很多却没有时间的人准备的视频。为了应对时间不够用这个问题，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关于时间管理的书籍和技巧。在这些书籍中，很多都提到改善日程安排、设定待办事项清单和截止日期等方法。当然，如果您实践这些书中的建议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见到效果。然而，在这次视频中，我不打算讨论像待办事项清单这样的技巧性话题，而是想深入探讨一下更根本的问题。或许，我们现在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感觉，其实是一种错觉。如果您对此感到惊讶，请继续观看这个视频，让我们一起深入理解关于时间的问题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：第一，时间不够用其实是一种错觉；第二，改善时间感知的练习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时间不够用其实是一种错觉。我们常说的“我很忙，时间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其实是一种错觉。有些人可能会反驳：“怎么可能？我真的很忙啊！”但请继续听我分析一下。大家是否听说过时间饥饿或时间污染这种说法呢？时间饥饿，也称为时间贫困，指的是个体或群体感到时间不足的状态。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普遍，尤其是在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双重压力下，人们常常会觉得时间不够用。这种感觉不仅源于实际的忙碌，还可能因为时间管理不善或是对时间的期望过高。时间污染指的是由于外界干扰、无效或低效的时间使用，导致时间被浪费或不能有效利用的现象。时间污染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，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，信息过载、社交媒体、无休止的会议等都是常见的时间污染源。时间污染通常是由多任务处理及同时进行多项任务而引发的。那么，大家是否经常进行多任务处理呢？比如一边和朋友在网上聊天，一边学习，或者一边听音乐，一边工作。如果你有这种习惯，我建议您从今天开始尽量减少甚至停止多任务处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同时进行多项任务会扭曲我们的时间感，导致时间污染。多任务处理不仅让时间变得碎片化，还会降低我们的专注力和生产力。当时间被分割成零散的片段，我们会更容易感到被时间追赶，从而陷入时间污染的状态。时间不够用这种想法，大多数是一种错觉，它是由时间饥饿和时间污染所引发的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时间是充足的。很多人经常抱怨时间不够用，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相比过去，现在我们的可支配时间实际上增加了不少。根据数据显示，我们的工作时间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在减少。此外，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，比如使用扫地机器人来缩短家务时间，或通过 LINE 等即时通讯工具完成过去只能通过电话进行的任务。从这些角度来看，现代人拥有的时间比过去更多是毋庸置疑的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呢？其实，时间饥饿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时间真的不够，而是我们错误地认为时间不足。尽管我们有足够的时间，但由于我们感到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，或者因为情绪困扰而无法专心，导致生产力下降，最终陷入了时间不够用的恶性循环。因此，问题的核心并不是时间的绝对数量不足，而是我们对时间的误解正在拖累我们的效率，降低了个人和组织的生产力。那些总是喊着忙死了却收效甚微的人，很可能就是被这种思维定式所困扰。因此，我们需要通过改变对时间的错误认知，来提升我们的效率和生活质量。具体的方法我会在第二部分详细讲解。不过，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时间污染产生的原因。除了多任务处理之外，还有其他因素会导致时间饥饿和时间污染，其中之一就是目标冲突。冲突意味着竞争，
而目标冲突则是指多个目标之间的竞争。2015年，杜克大学进行了一项关于时间饥饿的研究，发现当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相矛盾的目标发生冲突时，人们就会产生时间不够用的感觉。举个例子，当你想锻炼身体的同时，又有一堆工作要完成，或者你想存钱，但又有想买的东西，这种目标之间的冲突让我们觉得事情堆积如山，试图同时兼顾多个任务，结果不仅增加了焦虑，还让我们产生了时间不够用的错觉。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事实上，你所感受到的时间不够用，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目标之间冲突的结果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改善时间感知的练习。在这里，我将给大家介绍2个修正时间感知的练习方法。首先是第一个方法，任务转换。要消除时间污染，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排除导致多任务处理的所有因素。例如，在工作时不要随意查看手机，最好将手机放进抽屉并锁起来。当您开始处理某件事时，务必要专注于当前的任务，集中精力直至完成特定目标。在此过程中，不要让其他事情分散您的注意力。那些看似能够处理多项任务的人，其实是在专注地逐一完成每一项任务，然后迅速切换到下一个任务。虽然他们看起来像是在进行多任务处理，但实际上是在以极高的效率完成单任务。如果您发现自己无法避免多任务处理，可以尝试使用任务转换技巧。这个技巧的核心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后，预设好切换到另一项任务的时间节点。您可以借助计时器来规定，比如完成一项任务后，立即开始下一项任务。对于备考的学生来说，可以设定30分钟学习语文或者数学，然后再花30分钟学习英语。在计时器响起前，专注于当前的任务，而一旦计时器响起，便立即切换到下一个任务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您始终以单任务的方式进行工作和学习，从而避免了多任务处理的负面影响和时间污染。当您实际应用这个方法时，你会意识到自己之前在多任务处理中浪费了多少时间，并很快体会到单任务处理所带来的高效。尽管一开始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，但我强烈建议你养成使用计时器进行单任务处理的习惯。接下来是第2个方法，选择性架构和自我距离化。我们可以通过选择性架构和自我距离化这2种方法，来消除第一部分提到的目标冲突。目标冲突主要有2种类型。第一种类型是明知但不为的冲突，是指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，但往往因为欲望或惯性而没有行动。例如，明知道吃薯片会发胖，但仍然忍不住吃，或者想买一台新电脑，却又担心减少储蓄。这种冲突很常见，但通过选择性架构可以有效解决。选择性架构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设计环境来促使自己做出更好的选择，从而消除明知但不为的冲突。这种方法通过将自己置于一种非做不可的环境中，减少诱惑并增强执行力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想存钱但总是控制不住消费，可以设置一个自动转账的储蓄账户。如果你想锻炼但总是懒惰，可以提前约好朋友一起去健身房。如果你想吃得更健康，却总是忍不住吃垃圾食品，可以订购健康食品的定期配送服务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您可以将目标冲突转化为环境因素，从而减少诱惑和拖延，更容易实现目标。第2种类型是误解导致的冲突，是由于错误的认知引发的目标冲突。例如，有人可能认为成功需要牺牲与朋友的交往，但实际上，朋友关系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和支持，反而有助于成功。针对这种误解引发的冲突，自我距离化是一个有效的方法。自我距离化是将自己的问题或困境视为别人的问题来看待，从而获得更客观的视角。这种方法有助于克服误解导致的冲突，使您能够更清晰地分析和解决问题。假设你因为育儿压力而认为无法在工作中取得成功，
您可以想象您的朋友正面临同样的困境，然后设身处地为他提出建议。这种方法能让您跳出主观视角，客观地分析问题，进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。通过自我距离化，您能更清晰地识别问题的本质，找到更有效的解决策略，减少由于误解或主观情绪带来的冲突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